妈妈为了给弟弟买车，要把我卖给60岁患有 HIV 的富老太，我转脸就把我的道德卖了500万。可钱到账没多久，妈妈就火急火燎赶来让我去警察局自首。王潇洒，你弟酒驾撞到人了，看在我生你一场的份上，赶紧去顶替。我不受控制，甩了他一巴掌。看锤子，我要你生的吗？有本事把我变回受精卵啊！话音刚落，我愣了，手不由在颤抖。我操，我打我妈了！要知道，从前我最听她的话，为了给弟弟买车，哪怕她要把我入赘60岁患有 HIV 的富老太都没有怨言。若不是婚前富老太突然暴毙，恐怕我已被 HIV 判10年死缓。反了你，你竟然敢打我！我就打你，怎么了？你弟才18岁，要是有案底的话，没有好姑娘肯嫁给他，你忍心看我为他难过吗？换做之前，我肯定会不忍心，可是现在一想，又不是我让他难过，心疼他做什么？看他那双浑浊的眼睛，我就来气，没忍住，又打了他一巴掌。老东西，就顾着你那烂儿子，你怎么不想我有案底，也不会有好姑娘嫁给我？接二连三被打，他彻底恼火。畜生，我是你妈，你怎能打我？我妈算什么？你妈来了，我照样打。哦，差点忘了，你妈在棺材里，来不了。我嫌恶地看着他，像在看什么肮脏的东西。奇怪，我以前明明很爱她，哪怕她偏心弟弟，我也觉得她是天底下最好的妈妈。可现在，我只想让她从我眼前消失。你这个不孝子，我要去告你家暴。去啊，现在就去，正好让警察看看你是怎么逼我去顶罪的。对了，我这有录音，你要不要听听？我晃了晃我的手机，屏幕上赫然是录音界面。你什么时候？就在你让我去自首的时候，我不仅录了音，还准备把你卖我的事捅到网上去，让大伙都评评理，看看你这个当妈的有多伟大。妈妈彻底慌了，她扑过来想抢我的手机，被我一脚踹。她瘫坐在地上，终于开始嚎啕大哭。我命苦啊，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讨债鬼啊？你弟弟要是有个3长2短，我也不活了。又是这套一哭2闹3上吊的把戏，以前百试百灵，现在只觉得聒噪，想死就快点，别耽误我发财。还有王木英，我告诉你，你生我的恩情，这5年我已经还清了。从今天开始，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在道德绑架要我做这做那，别怪我拿分泼你。只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甚至不少人开始为我妈打抱不平，开始指责我。为首的是一个戴着老花镜的大爷，他指着我的鼻子，唾沫星子横飞。小伙子，你怎么能这么对你妈说话？她生你养你，就算有不对的地方，你也不能动手啊。就是，你看把你妈气的，赶紧给你妈道个歉。道歉？凭什么？老东西，关你屁事！咸吃萝卜淡操心。你们一个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知道个啤酒来教训我。他要把我卖给60岁的老太婆时，你们在哪儿？人群瞬间安静了一瞬，随即爆发出更大的议论声。胡说八道！天底下哪有这样的母亲？信不信由你。我懒得再跟这群蠢货废话，扒开人群就想走。别让他走，他打我，这个不孝子要跑。他这一喊，几个自以为正义感爆棚的年轻人立刻拦在我面前。不能走，打了人必须给个说法。让开！不让！今天你必须给你妈跪下道歉。跪下！我笑了，从口袋里掏出钱包，抽出一沓厚厚的100元大钞。想要钱？我把钱狠狠砸在那个叫嚣最凶的年轻人脸上，红色的钞票散落一地。够不够？不够，我还有，捡起来，然后给我滚！所有人都愣住了。那个被我用钱砸了脸的年轻人，脸色青一阵白一阵，像是受到了巨大的侮辱。你用钱侮辱我？侮辱你？你也配？我只是让你看清楚，你们所谓的道德和正义，在我眼里一文不值。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了警笛声，由远及近，越来越清晰。我妈一看见警车，眼睛顿时亮了，仿佛看到了救星。警车停下，下来2个警察。警察同志，你们可来了，你们要为我做主啊！我儿子王潇洒，他家暴我，你们看我的脸都被他打肿了，他还威胁我不让我报警。是你打的？是我承认的干脆利落，反倒让警察愣了一下。你们听听，他承认了，他就是个畜生啊！警察同志，你们快把他抓起来，这种不孝子就该去坐牢。先别哭，我们会调查清楚的。这位先生，请你跟我们回一趟警局，配合调查。回警局正合我意，有些事在家里说不清，到了警局反而好办。可以。还有你，女士，你也需要一起去录口供。我也要去。当然要去，不去怎么说清楚？你是怎么逼我去给王宝强顶罪的？我故意说出弟弟的名字。你胡说，我没有。有没有？我们警局见分晓。我不再看他，径直走向警车。那2个拦路的年轻人早就缩在人群里不敢出声了。上了警车，我妈被安排在另一辆车上。车里开车的警察透过后视镜打量我。小伙子，火气不小啊！不管怎么样，打长辈总是不对的。警察同志，如果有人要你替他儿子去死，你去不去？这是2码事。对我来说就是1码事。我拿出手机，点开那个录音文件。他让我去顶罪的录音，我这里有，还有他之前想把我卖给一个60岁老太婆的证据，我也有。到了警局，我会全部交给你们。2个警察对视一眼，眼神里多了几分凝重。车子很快到了警察局，我被带进一个询问室。我妈在隔壁，给我做笔录的还是车上那个警察。姓名、年龄？王潇洒，25。把你和你母亲发生冲突的经过详细说一遍。他让我去给酒驾撞人的弟弟王宝强顶罪，我不肯，他就骂我，我气不过就打了他。你弟弟王宝强酒驾撞人，什么时候的事？就在今天下午，具体情况你们可以查。警察立刻拿起对讲机开始核实情况。没过多久，他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情况我们核实了，确实有一宗酒驾逃逸案，肇事者登记信息是王宝强，但是受害者伤势严重，正在抢救，生死未卜。如果抢救无效死亡，那就是交通肇事致人死亡后逃逸，性质非常严重。事情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怪不得王木英那么着急让我去顶罪，所以他要坐牢了。如果事实
成立7年以上。你母亲那边不承认让你顶罪的事，她说只是让你去劝你弟弟自首。我猜到了，我把手机递过去，录音在这里，你们可以听听。另外，我要求做伤情鉴定。你要做什么？告他故意伤害。警察彻底愣住了，他大概从没见过儿子告母亲的。5年前，他为了给王宝强凑首付，打断了我一根肋骨，逼我签了高利贷。这事我们那儿的邻居都知道，新伤旧伤一起算。故意伤害？5年前？对，我要求验伤，然后提起诉讼。小伙子，这可不是小事，你确定要告你母亲？我确定。警察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按了下桌上的一个按钮。没多久，另一个年轻警察走了进来。小刘，你把这份录音听一下，做个备份。关于你说的5年前的伤情，我们会安排法医给你做鉴定，但是旧伤的鉴定很复杂，结果不一定能作为直接证据。我知道，我只要一份鉴定报告，不需要它成为直接证据，我只需要它成为压垮王木英的又一根稻草。好，另外，关于你弟弟王宝强的案子，我们已经发布了对王宝强的逮捕令。逮捕令都下来了，看来事情真的闹大了。知道了。做完笔录，我在一份文件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我推开询问室的门走了出去。走廊里，王木英正被一个女警扶着，看到我出来，浑浊的眼睛里瞬间燃起一丝希望，随即又被浓浓的恨意取代。王潇洒，你这个畜生，你真的要害死你弟弟，害死我吗？你不得好死！我咒你天打雷劈，不得好死啊！尖利的诅咒声在我身后回荡，我却连脚步都没有停顿一下。从警察局出来回到家已经天黑了，我躺在床上不禁回想到6个小时之前，拥挤的公交车上来了一个满面红光的老人，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将座位让给他，可好心没好报，在下车的前一刻，他竟抢走我的钱包。就这样，我追着他，不知不觉来到一个古色古香的房屋里。欢迎来到8号当铺，你的情况我已了解，贫困是你目前最大的困境，我可以给你500万解决，但你得在道德、健康、善良中选择一个典当。关于8号当铺，我曾在电视看过，也知道他们不会做亏钱买卖。这500万确实可以帮我解决很多难题，但我不想陷入这场漩涡，因为人心是贪婪的，我怕会为自己的贪婪最终把灵魂典当。正要婉拒时，大伯来电话：潇洒，你在哪？快来医院一趟，你堂弟小军出事了。小军，我那个体弱多病的堂弟，他怎么了？肝硬化晚期，必须马上换肝才有救。我们全家都去做了配型，只有你最合适。潇洒，我知道你从小就心善，你爷爷奶奶在世的时候最疼你了，他们要是在天有灵，也一定会希望你救小军的。他就比你小3岁啊，我们老王家这一脉可不能就这么断了。又是这样，又是这种熟悉的论调。在这个家里，我仿佛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可以随时取用的器官，一个可以随时顶罪的工具。我不想再争辩，不想再解释，我直接挂断了电话。我抬起头看向对面的苏晴，她的眼神里没有同情，只有一种洞悉一切的平静。我当想好了，典当什么？道德。确定吗？道德一旦典当，你将失去同情、怜悯、愧疚等人性中柔软的部分，你会变得冷漠、自私，以利益为最高准则。我确定。柳如烟拿出一份古朴的契约，推到我面前，签下你的名字，交易即刻生效。我拿起笔，没有丝毫犹豫，在契约末端写下王潇洒3个字。落笔的瞬间，我感觉胸口一轻，仿佛有什么东西被抽走了。手机震动了一下，我拿起来，屏幕上是一条银行短信：交易愉快，8号当铺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从8号当铺回去的路上，我碰上一个明明是陌生容貌，却又感觉很熟悉的女子。恭喜你成功解开道德绑架咒。我本想继续追问，可她却消失不见了。恍惚中，门口响起敲门声，我听出她的声音是堂嫂李元妹，想着她对我没有恶意，便打开门。小军生病了，我这当妈的心疼不已。潇洒，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差点忘了，这个需要肝治疗的人是他的儿子，所以他也是想要我的肝吗？我们全家都去做了配型，只有你最合适。潇洒，看在我对你这么好的份上，割3/4的肝给小军吧。你放心，肝可以再生的，不会影响你的身体。我呢，也会感激你一辈子。我又不是他爸，凭什么要割肝给他？李元妹，不是我说你，你是我见过脸皮最厚的人。送几件你老公不要的破衣服，就想要我的肝？醒醒吧，别做梦了。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小军可是你弟弟。堂弟，谢谢。而且我只有一个弟弟，叫王宝强，正在被警察通缉，你不知道吗？潇洒，嫂子求你了，就算嫂子以前有对不住你的地方，你别跟小军计较，他还小啊。医生说了，再找不到肝源，他撑不过这个月了。撑不过就别撑了，早死早超生，下辈子投个好胎，别投到你们家。你说什么？我说让他去死，听清楚了吗？需要我重复一遍吗？李元妹像是被抽干了所有力气，瘫坐在地上，开始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捶打地面。没天理啊！我的儿啊，你怎么这么命苦啊？碰上这么个铁石心肠的哥哥啊！我掏了掏耳朵，转身就想关门。就在这时，门被一股巨大的力量从外面推开，一个50多岁、身材微胖的男人冲了进来，是我的大伯王建国。他身后还跟着几个亲戚。王建国一进来，看到瘫在地上的李元妹，立刻怒火中烧，指着我的鼻子就骂：王潇洒，你这个畜生，你对你嫂子做了什么？我能做什么？不过是拒绝了他想让我割3/4肝给他儿子的请求而已。那是你弟弟，救他是你的本分。本分？谁规定的本分？法律吗？我劝你说话前先过过脑子，别跟你那宝贝儿子一样，脑子里全是水。他气得满脸通红，扬起手就要打我，我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怎么想动手？我妈刚进去，你也想进去陪她？你放手，你这个不孝的东西！我甩开他的手，他踉跄着后退了2步，被身后的亲戚扶住。我再说一遍，肝没有，想救你儿子，自己想别的办法，别来烦我，否则我不知道我会做出什么事。不就是肝吗？割给小军就是，又不是很大的事。既然你觉得是小事，你自己去割啊！一大把年纪都要快要死的人，还管别人？哦，差点忘了，3年前你嫖娼被抓了，还是我拿钱捞你出来。你想救王小军可以，别跟我谈感情，伤钱500万，拿500万来，我考虑。
虑一下，卖你们一小块干，记住是考虑。你疯了，我们哪有那么多钱？没钱就别来我面前碍眼，我这里的地很贵，你们踩脏了赔不起，滚！反了，真是反了天了！大伯气得浑身发抖，他从没受过这种侮辱。他从旁边抄起一个花瓶就朝我砸了过来，我侧身躲过，砰的一声，花瓶在我身后的墙上碎裂，碎片四溅。看来讲道理是行不通了。我拿出手机，直接拨打了110。喂，警察同志吗？我要报警，有人私闯民宅，还蓄意伤人。对，地址是阳光小区8栋4单元201，他们人很多，情绪很激动，麻烦你们快点来。好的，我们马上出警，请你注意安全。挂断电话，整个房间里一片死寂，所有人都用一种看怪物的眼神看着我，他们大概做梦也想不到我会直接报警。你报警，不然呢？留着你们在我家过年吗？王潇洒，你没有心，我们是一家人啊，你怎么能报警抓你大伯？一家人，刚刚拿花瓶砸我的时候，他怎么没想过我们是一家人？你真敢报警？王潇洒，我是你大伯，我不仅敢报警，我还敢把你送进去，私闯民宅，蓄意伤害，证据确凿，你想试试吗？我指了指墙角的碎片，又指了指门口的监控摄像头，那里应该都拍下来了。算你了，王潇洒，你别忘了，你身上流着老王家的血。不好意思，我正准备去医院抽干了，换掉，嫌脏。你给我等着，我们走。他一把拉起地上的李元妹，几乎是拖着她往外走。李元妹不肯走，还在哭喊：“我的儿啊！”小军的命怎么办啊？王潇洒，你没有心，你会遭报应的。别熬了，嫌不够丢人吗？几个亲戚如蒙大赦，连滚带爬的跟在后面，生怕走慢一步就会被即将到来的警察堵在屋里。经过我身边时，他停下脚步，用一种怨毒至极的眼神瞪着我。王潇洒，一行，你够狠！从今天起，我王建国就当没你这个妻子，你以后是死是活都跟我们老王家没关系，求之不得。大伯气得一个踉跄，被李元妹扶着，连滚带爬的带着那群乌合之众跑。砰！一声防盗门被重重的甩上，世界终于清静了。我拿出手机，慢悠悠的回拨了110。喂，你好，我是阳光小区8栋的住户，刚才报警说有人私闯民宅。不用上来了，是个误会，亲戚喝多了闹着玩呢。对，已经走了，给你们添麻烦了，不好意思。第二天一大早，我被一阵疯狂的砸门声吵醒，砰砰砰，那力道像是要将整扇门拆下来。一个粗暴的男生在门外咆哮：“王潇洒，你个小畜生，给我滚出来，开门！”我听出来了，是我那个一年到头见不到几次面，一见面不是打就是骂的爹王建军。我打开门，懒懒的倚在门框上。大清早的，奔丧。王建军见我开门，二话不说，一个巴掌就扇了过来。我侧头躲过，风声从我耳边刮过。你还敢躲？你弟被抓了，都是你害的。他酒驾撞人，自己找死，关我屁事！放屁！要不是你不肯顶罪，他会跑吗？他要是不跑，会被抓吗？这神一样的逻辑，不愧是王木英的男人。所以呢，你来是想让我去劫狱？少给老子废话！你现在马上去警察局，就说是你开的车，听见没有？听见了。然后呢？然后你弟不就没事了？他没事了，我就有事了。王建军，你脑子是不是被驴踢了？还是说你觉得我脑子被驴踢了？老子是你爹，我让你去你就得去，哪来那么多废话？他再次伸手想来抓我的衣领，我不再闪躲，直接一脚踹在他的小腹上。他捂着肚子，满脸不可置信的看着你敢打我？打你怎么了？你不是总说养我不如养条狗吗？现在我就让你看看，狗急了也是会咬人的。我抬起手，对着他那张惊恐的脸，狠狠的一巴掌扇了过去。你这个逆子！我反手又是一巴掌，啪！另一边脸也对称。再说一句，我把你牙打光。王宝强的事，你们自己想办法，别再来烦我，否则下一次就不是2巴掌这么简单了。赶紧滚！王建军如蒙大赦，连滚带爬的从地上起来，踉踉跄跄的冲向外面。关上门休息一会儿后，我拨打中介电话，接二连三被打扰，不死也得疯。正好我有典当道得来的500万，在这个3线城市买房子绰绰有余。果然有钱能使鬼推磨。星期天下午我就搬进去了。不过没想到的是，在这里我碰上一个老熟人，这个人正是我姑家的表弟，与我同龄，名叫刘强。我正准备跟他打招呼，一个身穿黑色衣服戴着墨镜的男子走来。不等他开口，刘强率先尖叫起来：“不是给王潇洒下了道德绑架咒吗？什么？这2天他像疯了一样，拒绝每个人的要求，非但不肯割肝，连帮他的顶罪都不肯。”看来那个在8号当铺门口遇到的陌生女孩说的话是真的。可我们之间除了是姑表兄弟和同学，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不对，我突然想起一件事，高3毕业前夕，班花柳如烟跟我表白，刘强知道后哭着求我把柳如烟让给他，因为他也喜欢柳如烟。当时我果断拒绝了，可不知道为什么，第2天我就鬼使神差的同意了。看来就是那天他给我下的咒，难怪一心想读大学的我，听到妈妈说没钱就打断念头，难怪面对喜欢的事物，我会毫不犹豫让给别人。原来一切都是他搞的鬼。担心被他察觉，我退回拐角处，尽量把自己的身影收了收。应该有高人帮他解咒了。那怎么办？没有那些吸血鬼家人道德绑架，他只会越来越优秀。这样一来，他就会重新闯入如烟妹妹的眼中。要知道，如烟妹妹还是首富流落在外的真千金。看样子，哪怕我当年退出了，他还是没跟柳如烟在一起。也是一个不去想提升自己，只一味把比自己优秀的人拉进泥潭，有谁会喜欢呢？你必须再给我想一个办法，让王潇洒一辈子都翻不了身。办法不是没有，就看你愿不愿做。说着，他就将一张符放在刘强手中。此乃恋爱脑咒，无色无味，且极易溶于水。喝下后，在第一时间给他看异性照片，他就会对照片的人极其的迷恋。最重要的是，这个咒无人解开。不过，想要此咒，你得先要拿20年寿命换。顺便
便提醒你，由于你上一次拿10年寿命交换道德绑架咒，现在你只剩下65年寿命。这么说，如果表弟想要这个咒的话，他只能活到45岁。刘强想都没想，就接下墨镜男手中的符。我现在也才23岁，离45岁还远呢。只要能在这22年看见王潇洒过得生不如死，我就高兴。谁都可以过得比我好，唯独他不行。嫉妒果真会让人面目全非啊！上一次我因出其不意被他算计了，这一次我定要反击，我要让他知道什么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我没有去戳破他，而是默默回到自己的房屋里。第二天，我早早下班，守在小区门口，看见刘强来，我装作很惊讶的样子。刘强，你也住在这里啊？这里租金不便宜，你1个月工资才2000元，该不会是被富婆包养了？一见面就说这种话，他不气死才怪。好一会儿，他才缓了过来。几个月不见，表哥说话竟尖酸刻薄到这个地步，难不成道德是被狗吃了？道德是什么？能值钱吗？你跟以前一样，还是那么丑。哪个富婆眼睛瞎成这样，选你当鸭子？你王潇洒，你别太过分！过分，这就过分了。我还没说你长得像癞蛤蟆，四肢不勤，五谷不分呢。闻言，他气得心口在起伏，或许知道我现在没有道德，说这些话并没有怀疑什么。他深吸一口气，强装淡定道：好了，不知道就别乱猜了。我现在涨工资，1个月有5000元，才5000元，还不够我的零头。对了，我刚在这里全款买一套房子，你要不要去参观一下？王潇洒，你全款买房，你哪来的钱？卖了点不值钱的东西，怎么不信？走，带你开开眼。我没等他回答，转身就朝电梯走去。刘强犹豫了一下，还是跟了上来。他大概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进了我家，他看着150平的精装修，眼睛都直了。你真买下来了？不然呢？租的。你以为我是你？1个月5000块，房租都交不起。别站着了，坐。对了，我还没买水，你去厨房给我倒杯水喝。我去给你倒水。怎么不愿意？我这房子刚装修完，甲醛未重，怕你中毒。喝杯水稀释一下。他眼神闪烁，最终还是点了点头。好，表哥你等着。他走进厨房，我立刻打开手机，连上摄像头的软件。屏幕里，刘强背对着门口，从口袋里掏出那张黄色的符纸，迅速将符纸在水杯里晃了晃，符纸瞬间溶解，消失无踪。他端着那杯加料的水和另一杯清水走了出来。表哥，喝水。演得还挺像。我接过水杯，就在准备送到嘴边时，手一抖，哗啦一声，水杯里的水大半都泼在了他的裤子上。你干什么？哎呀，不好意思，手滑了，新裤子吧，快擦擦，不然要留印子了。他低头去看自己的裤子，手忙脚乱地拍打着。就在这一瞬间，我闪电般的将桌上2只一模一样的杯子调换了位置。你看你急什么？我这杯还没喝，你先喝了润润喉。我把那杯原本属于我的加料水推到他面前，他现在只想快点完成任务。不疑有他，端起水杯一饮而尽。鱼儿上钩了。我慢悠悠地拿出手机，点开一张照片展现在他面前。好端端，给我看星星的照片做什么？看了就好。哎，拿错了，我是想问你哪个领结好看。他没有心情理会我，也眼疾手快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心挺狠，竟是世上最丑的女人，还是原始部落的。不过再狠也没有我狠，可是星星啊，接下来你该要去原始森林待着了。给我看这个干什么？想让我隔夜饭都吐出来？没什么，发错了，本来是想给你看个笑话。那个表哥，我突然想起来还有点急事，就先走了。不送。他几乎是落荒而逃，连门都忘了关。我走过去，反手将门锁上，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好好享受我送你的大礼吧。第二天符咒就显灵了，一下班我就看见他牵着一头猩猩来到小区门口，并在众目睽睽下，要不是保安拼命阻拦，恐怕他就会把猩猩带回家。我带我老婆回家，碍你什么事？你这臭保安，敢再阻拦，投诉你！投诉就投诉，我还怕你吗？别说你是租户，就算你是业主，这头猩猩也别想带进去。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对着刘强和那头大猩猩指指点点，不少人拿出手机开始录像，人群中爆发出阵阵哄笑。我的天，现在年轻人的口味都这么重了吗？这男的疯了吧？亲猩猩，那嘴上得有多少细菌啊！刘强对周围的嘲笑充耳不闻，他深情地看着怀里的猩猩，仿佛在看自己的稀世珍宝。亲爱的，你别怕，我不会让他们伤害你的。先生，你再这样，我们只能报警处理了。你这是扰乱公共秩序。我慢悠悠地从人群中走出来，站到保安旁边。哎，这不是我表弟刘强吗？谈恋爱了，恭喜啊！就是你这女朋友往旺盛了点，不过没事，情人眼里出西施，我懂。刘强看到我，像是看到了仇人，眼睛瞬间就红了。王潇洒，你别得意，你这种没有感情的怪物是不会懂我们之间纯洁的爱情的。是不太懂，毕竟我没试过跨物种恋爱，怕得病。对了，你们领证了吗？去民政局还是去动物园啊？人群中又是一阵爆笑，刘强气得浑身发抖，却又舍不得放开怀里的爱人。就在这时，一个尖利的女声从人群外传来：刘强，你疯了，快放开那个畜生！妈，他不是畜生，他是我老婆。你胡说八道什么？你老婆？你是不是想气死我？刘强捂着脸，一脸的不可置信，但依旧死死护着那头猩猩。姑妈的目光很快就锁定在了我身上。王潇洒，一定是你，一定是你对我儿子做了什么手脚。他昨天还好好的，见了你一面就变成这样了。姑妈，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你儿子口味独特，关我什么事？难道是我逼他去动物园相亲的？你还狡辩？我们刘家跟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这么害我儿子？无冤无仇？给我下咒的时候怎么不说无冤无仇？害他，我怎么害他了？让他找到了真爱，你应该感谢我才对。你看他们多般配，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你这个魔鬼！他像是疯了一样想冲上来抓我的脸，被我轻易躲开。别动手动脚的，不然我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潇洒啊，姑妈求你了，我知道以前是我们不对，我们不该对你那么
那么冷淡，可他毕竟是你表弟呀，你快救救他，让他恢复正常吧。姑妈给你磕头啦。他真的开始在地上磕头，一下又一下，声音沉闷。换做以前，我或许会心软，但现在我只觉得吵闹。磕头有什么用？能让你儿子清醒过来吗？那你要怎么样才肯救他？只要你开口，姑妈什么都答应你。200万？什么？拿200万来，我就考虑一下要不要帮他。毕竟请神婆挑大神也是要花钱的，而且还不一定能成功。你这是趁火打劫？我们哪有那么多钱？没钱就别说什么都答应这种废话，没钱就让他跟你这好儿媳过去吧，说不定过2年你还能抱上个小星星孙子。你不是人。就在我们拉扯的时候，远处传来了警笛声，还夹杂着一种特殊的车辆声音。一辆警车和一辆印着城市野生动物救助中心的白色卡车停在了小区门口。谁报的警？怎么回事？警察同志，这里这个人不知道从哪弄来一头猩猩，非要带进小区，还攻击人。警察和几个穿着制服的救助人员走了过来，看到救助人员手里的麻醉枪和补网，刘强彻底慌了。你们别过来，不准伤害我老婆。先生，请你冷静，这只猩猩具有攻击性，我们会将它带回收容所，不会伤害它的。我说了，她是我老婆，你们谁敢动她，我跟你们拼了！同志，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2个警察一左一右，瞬间将刘强制服，按在了地上。另一个救助人员则瞅准时机，对着那头有些躁动的猩猩扣动了麻醉枪，噗一声轻响，猩猩晃悠了2下，软软的倒了下去。老婆，你们对我老婆做了什么？王潇洒，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是你，都是你害的。救助人员趁机将猩猩架到车上，带回动物救助中心。刘强趴在地上哭着看猩猩带走，我走到他的身边蹲下。卢强，你是在动物园碰到的这个女朋友吧？那你还记得我昨天给你看的那张猩猩图片吗？你这……对，我知道你的秘密。5年前你拿10年的寿命给我下了道德绑架咒，前几天又拿20年寿命换了恋爱脑咒，所以我先发制人，把水给换了。畜生，你好狠的心，我可是你的表弟，简直是倒反天罡。只见刘强扯着嗓子喊道：默默，你在哪里？快救我！默默应该是那个给他符咒人的名字。话音刚落，周围的嘈杂声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所有人的动作都变得迟缓，像是电影里的慢镜头。一股寒意从脚底升起，我看见一个穿着黑色风衣的男人从人群中缓缓走出。你坏了我的规矩。是他先坏了规矩，我只是把东西还给他。我的东西不是谁都能喷的，你身上有另一个地方的味道。8号当铺。他知道8号当铺是又如何？一个当铺的客人也敢挑衅我，看来苏晴没有教好他的狗。话音刚落，我感觉一股无形的力量扼住了我的喉咙，呼吸瞬间变得困难。我的双脚慢慢离地，被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提到了半空中。这就是他的力量，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把别人的东西还回去，需要付出代价。既然你这么喜欢多管闲事，那我就送你一份大礼，就罚你永世孤独，众叛亲离，如何？黑气如同一条小蛇，朝着我的眉心钻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个穿着红色旗袍的女人凭空出现在我和默默之间，正是8号当铺的主苏晴。她看都没看我一眼，只是玩味的看着默默。8号当铺的客人可不是谁都能动的。苏晴，你要为了一个凡人跟我作对？你的手伸得太长了，他典当了道德，现在是我的客户，他的灵魂纯度我预定了。他坏了我的交易。那是你技不如人，咒术都能被人反弹，还有脸来这里找场子，丢不丢人？你怎么想动手？我很久没活动筋骨了，正好你上次抢我一个客户，这笔账还没跟你算。好，很好。苏晴，这个客人我记下了，我们走着瞧。他戴上墨镜，转身融入阴影，瞬间消失不见。他一消失，周围的时间仿佛又恢复了流动。警察把还在哭喊老婆的刘强制服，带上警车。苏晴转过身，居高临下的看着我。别以为有我给你撑腰，你就天下无敌了。默默那种东西，我能挡一次，挡不了次次。他是什么？不该你问的，别问。你只要知道，你惹上了比你那个家更麻烦的东西。他说的众叛亲离咒是真的？当然。只要那团黑气进入你的身体，你身边所有亲近的人都会开始厌恶你、背叛你，直到你变成一个孤家寡人，在绝望中死去。好狠的咒术！不过你也算因祸得福，刚刚为了护住你，8号当铺的契约之力已经初步和你融合，以后你对这些咒术会有一定的抵抗力。融合？简单来说，你现在算是8号当铺的半个自己人，以后再有这种不长眼的东西想对你下手，得先掂量掂量。他说完，身影开始变得透明。记住，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今天我救了你，这份人情以后你得还。话音未落，他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站在原地，摸了摸发烫的胸口，那里放着典当契约。警车和救护车呼啸着移开，人群也渐渐散去，只留下我姑妈一个人坐在地上，眼神空洞。她看到我，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连滚带爬的过来抱住我的腿。潇洒，潇洒，你救救刘强吧。你肯定有办法的。刚刚那个红衣服的女人是谁？她是神仙吗？你让她救救你表弟呀。他就有自取。他可是你表弟呀。给你儿子下咒的人叫默默，想救他自己去找，别再来烦我。默默是谁啊？
我去哪里找啊，潇洒？那我管不着，是你儿子自己拿寿命去换的咒，现在反噬了，也是他活该。我不再理会他的哭喊，转身走进单元楼，将那撕心裂肺的声音彻底隔绝在身后。接下来的几天是我这辈子过得最舒坦的日子。这天下午，我刚从外面吃完饭回来，接到了警局的电话，是之前给我做笔录的那个警察。王潇洒，你现在有时间吗？需要你来警局一趟。又有什么事？关于你弟弟王宝强的案子有了新进展，被他撞伤的那个受害者，今天早上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了。死了，所以呢？案件性质升级了，现在是交通肇事致人死亡后逃逸，如果罪名成立，你弟弟王宝强最低面临7年以上有期徒刑，最高可能是无期。知道了，我马上过去。到了警局，警察将一份文件推到我面前，这是最新的情况通报，你看一下，然后在这里签个字。我扫了一眼，无非是些官方说辞，便直接在末尾签了名。你母亲王木英的伤情鉴定出来了，是轻微伤，构不成故意伤害罪的立案标准。我们对她进行了口头警告和批评教育，已经让她回家了。预料之中，本来也没指望靠这个让她坐牢。至于你5年前的肋骨伤，时间太久，法医无法确定致伤原因，也无法作为他故意伤害你的直接证据。无所谓，我只要那份鉴定报告。王潇洒，我知道你家里情况复杂，但是现在事情闹到这个地步，你弟弟下半辈子可能就毁了。你父母那边情绪很激动，你一个人住，自己多注意安全。谢谢提醒。从警局出来，天色已经擦黑，我开着车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在城里漫无目的的闲逛。手机突然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我随手接通，电话那头传来王建军嘶哑的声音：王潇洒，你弟要被判无期了，你高兴了？还行吧，主要是过程有点曲折，不够尽兴。出事，你真要逼死我们全家吗？别，你们死你们的，别带上我。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已经挂了。突然，王木英的哭声响了起来：潇洒，妈求你了，妈给你跪下，你救救宝强，他是你亲弟弟啊！只要你肯去自首，把这事顶下来，我跟你爸的老房子、家里的存款全都给你，全都给你啊！你们的破房子卖了都凑不够我这车的一个轮子，至于存款有10万吗？潇洒，我们知道以前对不起你，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我们以后一定好好对你，把你当亲生儿子一样疼。晚了，从你打算把我卖给那个60岁老太婆的时候，你们的儿子王潇洒就已经死了。我说完，直接挂断了电话，将手机关机，回到我那150平的江景房。我刚洗完澡，门铃就响了。我通过猫眼一看，门外站着的正是王建军和王木英。我没有开门，王建军开始拍门，力气不大，更像是在哀求：潇洒，开门，爸求你了，你开门啊！潇洒，你听妈说，我们不逼你了，你就开门，让我们看看你好不好？我靠在门后，点燃一根烟，饶有兴致地听着。门外的哭喊和哀求持续了很久，直到他们的嗓子都变得沙哑。突然，一切都安静了下来。几秒钟后，王建军阴冷的声音响起，像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王潇洒，你再不开门，我就把这楼点了，我活不了，你弟活不了，你也别想好过。狗急跳墙了！我猛地拉开门，王建军手里拿着一个红色的塑料桶，另一只手举着打火机，刺鼻的汽油味瞬间涌入鼻腔。开门了，现在马上去警局，告诉他们车是你开的。如果我不去呢？那我们就一起死。点啊！你怎么不点？打火机没油了，要不要我借你一个？你以为我不敢？我没说你不敢，我是在催你快一点。反正这房子买了保险，烧了保险公司会赔。倒是你故意纵火，还是在居民楼，再加上教唆儿子顶罪，数罪并罚，枪毙都够了。我拿出手机对准他，打开了录像功能。来，给你个特写。遗言想好了吗？要不要我帮你转告王宝强，就说他爸妈为了救他，把自己也送进去了，让他安心在里面踩缝纫机，争取早日一家团聚。潇洒，你别刺激你爸，他就是一时糊涂。他想上来抢王建军手里的汽油桶。别动，让他点。我早就想看看人被烧死是什么样了。走廊里的汽油味越来越浓，终于有邻居闻到味，打开了门。一个中年男人探出头，皱着眉：什么味啊？谁家漏煤气了？他一眼就看到了门口对峙的我们，还有王建军手里的红色塑料桶和打火机。你们干什么？快把那东西放下！麻烦帮我报个警，我爸嫌我弟坐牢时间太短，想加个急，打算带我妈和我一起上路。那个邻居愣了3秒，然后砰的一声关上门，紧接着屋里传来他惊慌失措的喊声：喂，110吗？阳光小区8栋4单元201，有人要纵火，对，拿着汽油桶，你们快来啊！你啊，你这个疯子！彼此。完了！刺耳的警笛声由远及近，比任何一次都来得更快。这一次来的不只是警察，还有消防车。一群警察荷枪实弹地冲上楼，看到门口的场景，立刻将王建军死死地按在地上。红色的汽油桶被一脚踢开，滚到墙角。不许动，老实点，又是你家。我收起手机，把录好的视频发给他。辛苦了，警察同志，这次的证据应该够了。警察看了一眼视频，脸色变得铁青。他挥了挥手，2个警察立刻上前给王建军和王木英戴上了手铐。王潇洒，你不得好死，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我的儿啊，我的宝强啊，我没法活了。故意纵火未遂，加上之前的教唆顶罪，你父亲这次麻烦大了。你母亲是共犯，也跑不了，那是他们应得的。你弟弟的案子加上你父母的案子，你们家算是彻底毁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警察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转身带着人离开了。我关上门，屋子里浓烈的汽油味还没散去。我打开所有窗户，将风灌了进来，吹散了屋子里的味道，也吹散了那一家人留下的最后痕迹。